本体在这儿本色出演，才是最万无一失的算计。虽然这件事本身就承担了一些风险，毕竟没有塔爷，外出已经很不习惯了。稍后只需要背后算计者现身，或者是找到合适的机会，让水神指导人现身，再一心二用，从气息、性格、道运等方面，将水神和渡仙门弟子李长寿予以区分，就可以达成在场证明。当然了，不能刻意去让本体和指导人交谈，这样反而会画蛇添足。两个马甲必须要保持好各自的定位。水神都是以化身行动，这也算是有关天庭的一点小常识。但这个计划始终存在一些隐患，而最大的隐患就是城中这批对手实在是太弱了。哪怕刚刚出手，只是凭借海量的符箓暗中布置的阵法，封住了数百名不成器的凡俗王朝仙士。仔细推敲，其实合情合理，但是这个场面，这个视觉效果，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小琼峰李长寿是一个隐藏不出的高手。李长寿现在想表现出的境界，是隐藏了部分实力的普通天仙。毕竟对于洪荒而言，天仙境炼气士依然是炮灰一阶，不会引起大佬们的注意。李长寿仔细地想了想，做出了一副自己仙力亏空的虚弱状况。怎么才能逼背后算计之人现身？李长寿看向侧旁不远处那个被符箓裹成粽子的面甲女，他方才用仙力包裹了一只天仙毒丹，打入了她的伤口，并在她身上贴了几张珍贵的顺杀符，确保自己只要想杀她，随时可以取她性命。现在却是不能直接打杀，稍后还有用处。这般上等的屎盆子，怎么着也能盖臭这家道威仙宗的名声。师兄，已经把那几颗灵丹消化掉的有清玄雅，已经在旁边站了起来，面色不再苍白，仙力也快速充盈。他立刻问道：我们该怎么办？等。李长寿笑道：稍后你就以重伤的状态在这里修行，按我传声行事。放心，哭鼻子的事儿，为兄自会替你保密。有清玄雅的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衣角，脸蛋上的红晕一闪而过，却直接扭头侧身。多谢师兄相助，我定会还你这般人情的。可以，稍后刚好有件事要找你商谈一下。李长寿笑着答应一声，不由上下打量着有清玄雅的侧颜。哎呦，这身段，这曲线，这美丽的俏脸，尤其是此时衣裙多了一些破洞，显出一种战场拼杀后的别样风情，还有这种绝对伪装不出的正义感。感受到李长寿那无拘无束的目光，有清玄雅的身子轻颤着，低声道：师兄，你回去再……完美。李长寿长长叹了一口气，这简直是为我超级天兵计划量身打造的头号种子。今天这件事之前，我还真没发现有毒竟然还有这般潜质。只要继续培养有毒的修为，强化他的战斗力，再提升他的人格魅力，给他搞几个帅气的大招，这是什么？这就是天庭招兵最好的形象宣传人呐！今晚绝对的意外收获。有清师妹，先安抚一下你亲人吧。李长寿看着那边正在啜泣的妇人们，后面的事交给我处置。有清玄雅低头应了一声，转身落荒而逃，去了自己母亲身侧，握住了长嫂的手腕。此前有清玄雅的崩溃，我自是明白，也能理解。当他得知对红林国动手的是阐教道成的道威仙宗，且感受到2名金仙的威压之后，已是将他自己逼到了死胡同。家在红林国王宫，有清玄雅想救自己父母亲人，她以红林国公主的身份出场，自不会将祸水引向师门。有清玄雅拒绝我最开始伸出的援手，一是不想给我添加麻烦，二是不确信我的实力。
三是怕引发仙门倾轧，让更多渡仙门同门死伤。这种慨然赴死也不牵连师门之事，确实是有毒师妹能够做出来的。至于最后有情玄雅发现自己长嫂怀有身孕，受到冲击后心房破碎，对我求援，应该不是为了保存什么王朝的骨血，纯粹是觉得这个尚未出世的小家伙是无辜的。这些也都在天道的安排下吗？说天道不太准确，毕竟天道只是规则的聚合，是洪荒天地在龙凤出劫后出现的免疫体系。处于天道之中，能去主动影响一切的，是那个站在道之顶点的老男人，师爷，道祖。李长寿闭目凝思，仔细体会，隐隐又有所感悟。玄雅，本师叔来救！怎么打完了？远处一只大葫芦破空而来，其上载着的911立刻冲到空中，但跟99一样，此刻也有些纳闷。李长寿之前动手在城池范围布置了一点障眼阵法，他们所见此时城中只有边缘之地还有战斗，此前激战的凡人都已是横七竖八躺倒在地，身上贴着一只只符箓，而在这些凡人兵将之中还掺杂着一些身上贴了数十上百张符箓的炼气士。李长寿的这些符箓都是由几只后勤指导人所画，他们都是一些基础符箓，简单易懂，平日里不会占据李长寿太多心神，能够稳定出产，有雄厚的积累。911凝视着李长寿，而99已经哇呜一声坐在大葫芦上飞了过去，口中喊着：长寿你怎么在这儿？李长寿刚想回答，天边同时出现了几股威压，几人不敢多说笑，立刻做好了戒备的阵势，再抬头看去，星空之下数道身影正分别从北方西北方击射而来，在这座凡俗大城上空同时停下，互相对峙。渡仙门掌门季无忧，渡仙门金仙长老王富贵站在李长寿和有情玄雅正上方，隐隐护住了自家门人。而在他们对面，一名头戴长冠面容泛红的老者轻轻扫了一下浮尘，又有2道身影自北方追来，却是一中年一老者，正是此前在半路埋伏想要威慑渡仙门群仙的2名道威仙宗金仙。这2个人迅速到了那名头戴长冠的老道身后，齐坐道一，口称掌门。李长寿对911和99传声道了一句，3个人齐齐对着上空做了一个道一，齐声大喊：拜见掌门！输人不输阵，气势绝对不能弱了。季无忧含笑点头，低头看去，见到城中之狼藉，见到有情玄雅浑身伤痕，见到李长寿那无奈的面容，顿时大怒。季无忧冷声道：道宇真人，你们道威仙宗今日未免有些欺人太甚。无忧掌门何以这般言说呀？这老道即道威仙宗掌门道宇真人皱眉道：我道威仙宗此次都是按照规矩做事，并未伤到你等来源的真仙天仙，又何有欺人太甚之说法？哼，此地本是我渡仙门庇护，尔等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奇袭强攻，还说合乎规矩，怎么是觉得我人教仙宗仙少山少就可随意欺凌？你们禅教仙宗未免也太仗势欺人了些。道威仙宗掌门闻言不由一阵皱眉，而季无忧身边的忘情上人王富贵也是忍不住传声提醒了一句：掌门，怎么就说到两教上去了？事情会不会闹大呀？放心。季无忧此时意气风发，淡定的一笑，视线余波看了眼下方的李长寿，传声回道：这波稳赢。毕竟他刚刚得到的人教小法师传声就是4个字：上纲上线。
既无忧，老战力单位不是那个老普通金仙了，如何能不懂这些？那绝对是小稳娘亲给小稳开门，稳到家了。那边道威仙宗掌门皱眉沉思一阵，言道：无忧掌门，你我不如稍等片刻，待此地门人到齐，是非曲直，再言说一二。哼！季无忧一拂衣袖，今日若是你们道威仙宗不给我们一个交代，贫道跟你们没完。那道宇真人目中有些恼怒，不再多说，闭目静立。季无忧带着忘情上人朝着下方落去，对有秦悬崖表示关切的慰问，并对李长寿近距离传声问询几句。李长寿将接下来的应对思路简单的说给了掌门听，主要还是要掌门把握核心理念，而后随机应变。给掌门直接设定台词，未免是影响掌门的实力发挥嘛。双方又等了一阵儿，道道流光自北天而来，渡仙门让大批真仙境后期之下的仙人原路返回，门内的峰主长老又赶来一批，此时也是气势汹汹，金仙之下的实力比起对方只强不弱，隐藏的那一部分实力不算在其内。道威仙宗也在紧急调人，显然是没有料到渡仙门会直接动用如此多的高手，尤其是当最近一直在闭关冲击金仙境的丹顶峰长老万凌云现身，这老爷子拄着拐杖，面无表情地朝着道威仙宗的众仙扫了一眼。9成以上的道威仙人道心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异样，李长寿习惯性的就要顺势回空中人群中躲避，但是想到今日自己的安排算计，还是强忍了下来。有时候退无可退，就要以进为退。待双方仙人到齐，两家仙门总共700余名仙人站在空中，各自放出气势，在空中分庭抗礼。渡仙门掌门季无忧向前踏出2步，修长的身形散发着一股傲然之意，以及一点迷之自信。反观道威仙人，此刻略微皱眉，眉目之间还有着诸多思量。季无忧开口道：人已到的差不多了，若要讲道理，先将尔等埋伏算计擒走我的渡仙门仙人送归。若要直接开战，贫道与渡仙门上下今夜奉陪到底。这话一出，两边的仙人都有点懵。掌门心性如此暴烈，底气这般充足吗？那道宇真人皱眉思量，甩了甩拂尘，侧旁有一名天仙老者踏步而出，记起一只宝塔，放出了18名俘虏，任由他们飞回渡仙门。自是此前被抓去的渡仙门门人，这些门人面露羞惭，掩面行礼，几位太上长老温声勉励了几句，就让他们归入了队列。道宇真人沉声道：所擒仙人既已奉还，渡仙门上下无事，不如就在此地，你我两家好好商议一番。无忧掌门，这红林国可否相让啊？不必多谈，贫道不会让。三教本一家，三教源流大会上，你我两家也曾打过照面。如今你禅教仙宗主动挑事，意图破坏三教和谐之大好局面，此事如何论处？无忧掌门，你岂能如此强词夺理？那道宇真人也带了一点火气，朗声道：俗世之争不惑山门，这是洪荒已久的规矩。我道威仙宗已是百般忍让，你渡仙门莫要太过火。哦，这规矩可是你定下的？你可知贫道我有一徒孙，便是这红林国国主之女，在贫道门内修行多年，这算不算是波及山门之祸？若贫道门人被欺，贫道不站出来，那改日尔等大仙门仗势欺到了贫道头上，又有谁会维护贫道这个掌门？好！万凌云长老大喝一声，
拄着拐杖就要向前，浑身散发着一股危险至极的气息。与之一战！季无忧也是差点慌了神。这老爷子怎的就直接激动了？万凌云老爷子这两声大喝，让双方的仙人齐齐心神紧绷，各自掏出不同型号形状的板砖，运转起各色仙力。正此时，就听天边传来一阵大笑，一名身着紫色长袍、面容微胖的老道驾云而来，飞速极快，但是自身的威压倒是很一般。这胖老道喊道：今夜怎的就要开打了？云道道威子，道威仙宗开山祖师，欲须宫中修行客，还望人教仙宗的诸位道友给贫道几分薄面啊！圣人记名弟子。季无忧一阵皱眉，渡仙门各位长老也是如临大敌。我之前可是没通知我家师傅过来撑场子，这该如何呀？正此时，一缕传声入耳，季无忧顿时恢复镇定，淡然道：这洪荒俗世，国度如此之多，为何道友就看上了这红灵国？刚来的微胖老道眉头一皱，也是没料到季无忧的画风转得如此之快。无忧师侄啊，道微子笑道：我与你师也交好，不如……前辈这是要以辈分压人。季无忧抢断对方的话头：可是欺我渡仙门师祖不在此处，或是觉得我人教无高人，